妻子为一位白血病患者捐献骨髓1年后，对方又找了上来，一听我妻子怀孕了，想也没想的便说道：怀孕也没关系，可以解决的，把孩子打掉，休息半个月就可以捐骨髓了。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医院，今晚就能做手术。我贪得无厌是吧？宝贝，还有2个月你就要出生了，到时候该叫我什么呢？午饭后，我摸着妻子的肚子，轻声问道：什么该叫你什么？生出来不就该管你叫爸爸吗？妻子拍了我一下说道：可我不知道生出来的是女儿还是儿子啊。我一脸无辜地看着妻子，妻子一下愣住了，抬起头看着屋顶陷入沉思。我暗自窃喜，果然一孕傻3年。李可，你捉弄我是吗？不管生男生女都得管你叫爸爸呀。半晌过后，妻子终于反应过来，揪着我的耳朵笑骂道：对啊，老婆，你好聪明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一拍脑袋，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趁机送上一波马屁。那是，将来孩子出生了，智商肯定随我。妻子傲娇地扬起嘴角，眼睛也笑成了月牙。怀孕期间保持愉悦的心情，对孕妇和胎儿都有好处。就在我把妻子哄得眉开眼笑时，门铃声突然响了。妻子还有1个月就要生了，这段时间家里亲戚同事朋友就没断过，几乎每天都要来几波。本以为又是来人探望的，可一开门就愣住了。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西装，打着红领带，胸口别着徽章的女人。你好，我是中级人民法院的，这里是韩月的家吗？对方开口问道。我是韩月的丈夫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走到门外低声问道：韩月在吗？有件事要通知他。对方点点头，提出要见妻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妻子身体不太方便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？我犹豫了一下说道：有人对你妻子提起诉讼，这是传票和诉讼文书，请转告你妻子，在15日内提交答辩状，等待开庭通知。在这期间，可以聘请律师或者与原告私下协商，在送达回证上签下你的名字和日期，注明你和被告人的关系。对方打开文件夹，抽出一张传票和一份诉讼文书副本递给我，又掏出笔来让我签字。我稀里糊涂按照要求把字签了，直到对方走了才回过神来。翻开那份诉讼文书，看到原告的姓名时，眼睛一下就瞪圆了。汪丽，原来是他。我和妻子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他是小学老师，性格活泼阳光，心地善良。他说，用善良对待这个世界，世界也会回馈以善良。我也正是被他的善良吸引，在3年前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为了庆祝结婚1周年，我们去外地旅行，途中接到了市血液中心的电话。市里有一名白血病患者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，患者的血型和妻子一样，都是 Rh 阴性血，这种血型比较罕见。血液中心询问妻子是否愿意做个配型检测，得知那个患者的情况很危急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后，妻子毅然结束旅行，中途返回。在医院，我们见到了患者林川和他的妻子汪丽，我们2家人的纠葛也就此开始。林川于1年前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，使用过靶向药保守治疗，也做过化疗，但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，肿瘤细胞已经扩散。如果继续拖延下去，他的生命最多不超过6个月。医生的意见是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治疗。因为林川的特殊血型，骨髓库的记录中并没能找到合适的配型人选。汪丽为了给丈夫治病，在各地的血液中心、红十字会等机构奔波，还在网上发布了重金求助的信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市血液中心在整理后台数据时发现了妻子的信息，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妻子打了电话。韩女士，谢谢你能来配型，只要配型成功，救我丈夫的命，我会给你30万元报酬。得知妻子是来医院给林川配型的，汪丽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道：大姐您放心，您丈夫一定会康复的。妻子看着憔悴不堪的汪丽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她觉得这才是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可能是我的思维观念比较保守，并不同意妻子捐献骨髓。这跟献血不同，不是扎一针抽点血就行了，是要做骨髓穿刺的。一根针穿透皮肤和肌肉，扎进骨头里吸取骨髓，我想想都觉得疼。我不是没有爱心，如果林川夫妇有经济上的困难，我也愿意捐款。我只是舍不得妻子遭这个罪。可妻子的态度很坚决。林川的病情已经危在旦夕，他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了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我说不过他，只能同意。骨髓配型有个过程，1连4天，妻子需要每天注射细胞运动剂。但是这一项就让妻子吃了不少苦头。每次打完针，她都会萎靡不振，还伴随头疼和失眠。等到各项指标都合格了，妻子才被抽血开始配型。结果出炉，配型成功。这也就意味着妻子的骨髓可以移植给林川。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后，妻子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在家里又蹦又跳。对他来说，这不仅是做了一件好事，更是挽救了一条生命，
一个家庭。当天晚上，汪丽登门拜访，带来了2盒营养品。除了反复感谢妻子外，又提起了那30万感谢金的事，说只要做完手术，他就立刻转钱。妻子不想要这笔钱，他本来就是抱着无偿捐赠的心态回来做配型的。我和妻子的家庭条件都不错，工资收入也稳定，再加上双方父母支持，对钱都不是很看重。但我觉得这钱应该拿。虽然治病救人的是医院，但前提是建立在妻子捐献骨髓的基础上。接受感谢是应该的，而且我觉得30万不算多。那些求助网站中为了找到合适的骨髓移植，开价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比比皆是。当然，如果林川、汪丽夫妇的条件困难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我们甚至还愿意帮助他们一些。可据我所知，这夫妻俩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，在医院住的是特护病房，每天光房费就要上千元，还请了3个护工24小时照顾，再加上他们的穿戴，摆明了是有钱人。做好事不求回报是美德，我们也没有刻意索取，但得到回报也是应该的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加上汪丽在旁边一再坚持，这钱他应该给，我们也应该收，妻子这才勉强同意。之后又闲聊了几句，汪丽拿出了一份协议让妻子签字。那是一份保证协议，要求在移植手术完成前不得离开本市，不能放弃捐赠，不得以其他理由或者损害身体的方式拖延或者终止捐赠，否则就要向汪丽赔偿500万元的违约费用。我第一次对汪丽心生反感，就是因为这份协议。我们之间本就无亲无故，素不相识，骨髓捐赠全凭自愿，又不是强制要求。哪怕在配型成功后选择拒捐，也没人能说什么。可汪丽拿出的协议，满纸全都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，连违约金都出来了。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搞得好像我们欠他的一样。我仔细看了一遍协议，作为受捐赠方，汪丽夫妻应该做什么，连一样都没有。他一再坚持要给的感谢金，也是一字未提。当时我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，直接给汪丽下了逐客令，告诉他如果信不过我们，还是趁早去找可以信任的人。汪丽见我翻脸，立刻委屈起来，说妻子是她丈夫活命唯一的机会，她太紧张了才这样。找到合适的配型不容易，这几天她吃不下睡不好，总是做噩梦，梦到妻子突然拒绝捐赠了。她担心再这样下去，林川的病没好，自己就先被折磨疯了，所以才想用签协议的方式换个心安。只要手术做完，那这份协议就自动失效了。汪丽越说越可怜，最后干脆哭了起来。妻子最见不得这种场面，当时就心软了，扶起汪丽答应签字。在我的要求下，协议书上又加了3条：第一，手术完成后协议自动作废；第二，手术完成后汪丽按时支付感谢金；第三，如果因为他们夫妻自身原因导致无法移植，我妻子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双签字按了手印后，汪丽这才走了。妻子说我太冷酷无情，汪丽已经够可怜了，何苦还要这么对她？我只能说妻子还是太单纯，不懂这世间的险恶。只是没想到自以为见过世面的我，其实也不懂人心险恶。配型成功之后，捐赠者需要每天服用特定的药物，除此之外，在饮食、作息、运动等多方面也有要求，每天过得像苦行僧一样。无语的是，汪丽就像个监工一样，每天按时按点打电话来嘱咐妻子应该吃什么，不能吃什么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起床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要求我把妻子吃了什么拍照发给他看。我好几次气的都想让妻子放弃捐赠，可一想到签的那份协议，只能无奈作罢。真是倒霉催的，自己找罪受。1个月后，林川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满足手术条件，终于可以移植了。医生从妻子的髂骨上棘抽取了大约200毫升的骨髓移植给了林川。妻子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额头和脖子上全是汗珠。因为麻醉药的缘故，妻子还在昏迷状态，被推回病房2个小时后才彻底恢复意识。老公，身上好疼啊！妻子睁开眼睛想要坐起来，刚一动就疼得哭了起来。我赶紧握住她的手，轻声安慰，按铃叫护士。我知道捐献骨髓很疼，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疼。按照医院的规定，妻子需要住院观察1周才行。前3天，妻子连床都下不了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即使睡着了，只要身体动一下，就会被痛醒。3天后，妻子可以在我的搀扶下慢慢下床活动了，但走路还是很费劲。即使难受成这样，妻子也没有后悔过。汪丽那边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了。妻子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捐献骨髓救她丈夫，于情于理，她也应该来看看救命恩人吧。可事实是，除了那天手术的时候见过一面外，她再也没出现。哪怕我们就在同一家医院，我跟妻子吐槽，汪丽就是个白眼狼，骨髓移植了，用不到我们了，连探望一下都懒得来了。傻乎乎的妻子却还在替汪丽说好话，说林川刚做完手术，需要人照顾，脱不开身，请了3个护工都脱不开身。
我咋那么不信呢？不过这话我也没有对妻子说，免得影响她的心情。直到妻子出院，汪丽也没露过面，反倒是妻子还买了一束鲜花去探望林川。因为还在排役期，林川住进隔离病房，我们在休息间见到了汪丽。汪丽靠在沙发上看手机，见我们进来，只是说了句来了，就继续看手机，连一句让我们坐下的客气话都没说，好像我们是陌生人一样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我心里冒出一股火，径直走到汪丽面前问道。什么事？汪丽不情愿地放下手机，抬头仰望着我。你丈夫得救了，也没见你跟我妻子说声谢谢，这么做事不好吧？我看着她那张重新浓妆艳抹起来的脸，冷笑着问道。哦，谢谢啊。汪丽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冲着妻子说了声谢谢，不能再敷衍了。30万感谢金呢？协议书上可是写着呢，手术结束就给钱，这都1个星期了，钱呢？我强忍着骂人的冲动，直接开口要钱。不是无偿捐赠吗？再说协议书不是已经作废了吗？汪丽看着我，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。我怔住了。的确，在手术之前，按照流程，妻子签署了一份无偿捐赠协议。从法律上来讲，我们是没有理由向汪丽要钱的。虽然那份保证协议书上标明了在手术结束后，汪丽向妻子支付30万的感谢金，问题是那份协议在手术结束后也就失效了。从始至终，我们真正拿到的好处也只有配型成功那天晚上汪丽送来的2盒营养品。大意了，我还是吃了涉世未深的亏。你这张金鱼算计的嘴脸让我觉得恶心。气愤之余，我只能用这句不算脏话的话来表达不满了。汪丽耸耸肩，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我是真的生气，哪怕救了一条狗，她也会冲我摇摇尾巴表示感激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坐在我面前的人，把无耻演绎到极致。老公，咱们走吧，没意义。妻子扶着腰，有些失落地叫我。她虽然善良，但并不傻，也明白汪丽是在耍无赖。希望你能一直这样幸运。我冲汪丽竖起2根大拇指比划了一下，转身扶着妻子离开医院。后悔吗？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妻子。不管怎么说，总归救了一条人命，不是吗？妻子沉默了一会，苦笑着说道。对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想吃什么？老公请客。我点点头，摸着妻子的脸说道。妻子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我不想她难过，主动岔开了话题。我以为妻子的身体很快就会康复，可结果却不是这样。自从捐献骨髓后，妻子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，经常会腰酸背痛、失眠、贫血、免疫力低下，隔3差5感冒发烧，体重锐减。我带妻子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捐献骨髓后的确会出现这些症状，类似于副作用，但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，只要注意休息，补充营养，慢慢就会恢复过来。直到1年后，妻子的身体才彻底恢复了健康。这期间我们都很有默契，谁也没有再提过捐献骨髓的事，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。有天，妻子兴冲冲地回到家，告诉我她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被幸福包围。从那以后，我主动承担起家里所有的家务，一门心思照顾好妻子。转眼又过去了3个月，算算日子，再有半年，我们的小家庭就要有新成员了。我每天都在翘首以盼。这天傍晚，我像往常一样陪着妻子在小区散完步后回家，却在家门口看到了一个最不想看到的人——汪丽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妻子愣了一下。不要理他，我低声在妻子耳边说道，掏出钥匙开门，扶着他进去。汪丽以为我们会主动跟他说话，没想到我们对他视而不见。韩女士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就在我准备关门的那一刻，汪丽突然冲过来扳住门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吧？我冷声说道，手上用力想把门关上。汪丽趁我说话的功夫，半个身子挤了进来。我担心强行关门会伤到她，只能无奈松手。没办法，这个女人的无耻我已经领教过了，真要伤到她，谁知道她能干出什么事来。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为了这种人惹上麻烦不值得。就在我思考该怎么才能把她赶走的时候，汪丽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。韩女士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丈夫吧。汪丽双腿一弯，跪在地上向妻子哀求了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妻子也被吓到了，弯腰想要把汪丽扶起来。我不知道你丈夫怎么了，我们也不想知道。现在请你立刻马上离开我家。我把妻子护在身后，严厉地冲汪丽说道。韩女士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丈夫吧。汪丽没有理会我，仍旧跪在地上重复之前的话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妻子着急地说道。听见没有？你快点起来，我担心妻子动了胎气，伸手想要把汪丽拉起来。不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汪丽甩开我的手，大声嚷道。这是耍上无赖了。我抬脚想把他踹出去，心思一动，又把脚收了回来，改为用手把他往外推。
可汪丽比我想象的更难缠，我刚一弯腰，她就抱住了我的腿，结果没把她推出去，反倒差点把我自己摔个跟头。站稳身形后，我一转身，抱住汪丽往门外拖。哪曾想，这女人一手抱着我的腿，一手抱着门框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就连对门的邻居也被惊动，推开门向我家张望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进来说吧，你要再闹下去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妻子不想被邻居看笑话，只能让汪丽进来。那一刻，我恨不得扇自己2耳光，觉得自己太没用了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。进客厅后，汪丽自知理亏，规规矩矩地站着。有什么事你赶紧说，说完了赶紧走。我没好气地说道。韩女士，我丈夫又病了，求你再给他捐一次骨髓。汪丽犹豫了片刻，开口说道。什么？我失声叫道。倒不是因为林川旧病复发，自从见识到汪丽的无耻嘴脸后，我就把这夫妻俩化为不相干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是死是活都与我们无关。我震惊的是，汪丽怎么还好意思来找我妻子的？当初我妻子捐了骨髓后，她是怎么做的？那眼神、那表情、那语气，就像是戏弄了2个白痴一样。现在林川需要骨髓救命了，就又想到来求我妻子了，这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。这种事要是换做我，我哪怕去死也张不开嘴。不对，我也干不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上次做完移植后，我丈夫恢复得很好，我以为他彻底痊愈了。可是前阵子他突然流鼻血，去医院检查才知道他的病又复发了，而且比上次还严重。医生说要想保住命，只能继续移植骨髓。我找了很多地方，也找不到合适的。韩女士，只有你能救我丈夫了，求你再给我丈夫捐一次骨髓吧。汪丽以为我是关心她丈夫的病情，抹着眼泪解释。我回头看了眼妻子，她的表情有些错愕，估计是也没想到林川的病还会复发。老婆，你先回卧室，我跟他说。我担心继续坐在这妻子的情绪会受到影响，便让她先回卧室。妻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点头，起身回了卧室。汪丽刚想张口叫我妻子，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汪丽，这是什么？我看着汪丽，指了指自己的脸问道。汪丽诧异地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这是脸啊，你有吗？我拍了拍脸颊，戏谑地说道。汪丽一愣，表情尴尬起来，明白我在说什么了。当初你怎么做的？那牛气劲呢？是不是觉得移植完了就万事大吉了？过河拆桥，你知不知道我妻子受了多少罪？整整1年啊，隔3差5就要去医院，我都替她亏得慌。你怎么还好意思来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天道轮回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妻子受了那么大罪救你丈夫，得到了什么？你的愚弄和嘲笑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？觉得我们夫妻俩都是傻子，被你玩弄在股掌之中？既然你这么聪明，还来找我们干嘛？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救你丈夫啊！告诉你，这件事想都不要想，趁早死了这份心，就算我妻子同意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我哪怕去救一条狗，也不会再救你这种连狗都不如的人。收起你那张故作可怜的脸，赶紧滚出我家，找个地方把你那黑掉的良心掏出来洗一洗。我对着汪丽尽情宣泄心中的不满，这口气在我心里压抑了1年多了。李可能是我太过激动，没有控制好声音，惊动了妻子。她站在卧室门口小声叫我：没事的老婆，我有分寸，你放心。我赶紧过去，摸着她的头，笑着说道：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，都是快要当爸爸的人了。妻子把脸贴在我胸口，柔声说道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担心我在冲动之下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来。我知道我会是一个好爸爸。我捧住妻子的脸，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。把妻子重新送回卧室后，我回到客厅，汪丽还在那站着。李先生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鼠目寸光，是我忘恩负义，我是个小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您道歉，向您妻子道歉，我向你们忏悔，只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我丈夫吧，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。我保证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像上次那样了，我愿意给您妻子50万感谢金。如果您担心我言而无信，我可以提前支付，现在就转账。汪丽弓着腰，语气诚恳地说道。她丈夫的白血病复发了又怎么样？她诚心诚意来忏悔又怎么样？反正这一次我妻子是不会再捐献骨髓了。做好事也是要有底线的，行善的确积德，但毫无原则的行善就是圣母了。就算我们可以既往不咎，妻子如今的情况也不能捐骨髓了。算了，迟来的道歉等于没用的废话。当初我妻子愿意捐骨髓救你丈夫，并不是因为钱，你出50万也好，500万也罢，我们不需要，你还是走吧。我妻子不想再提过去的事，你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从今以后，咱们恩怨两清，就此别过。我叹了口气，突然没了再臭骂她一顿出气的心思。不管她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她丈夫。我只想让她赶紧离开，
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至于林川的死活，那就交给天意吧。李先生，如果您心里还有气，可以骂我甚至打我。如果您觉得我给的条件还不够，也可以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对照办。只求您和您妻子发发善心，救救我丈夫。汪丽见我不答应，又哭了起来。我说过，咱们恩怨两清了，对于你开出的条件，我也没兴趣。善心我们有，但不会再滥用了。与其在我这浪费时间，你还不如去想想别的办法。我不耐烦地说道，催促汪丽赶紧离开。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们为什么如此狠心呢？难道真的眼睁睁看着我丈夫死吗？汪丽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，这架势是要死缠烂打了。我也没什么好办法，打算报警让警察来把他请出去。你还是起来吧，这次我们真的帮不了你。妻子被汪丽的哭声惊动，又一次走出卧室。韩女士，你最善良了，求你救救我丈夫好不好？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一定会答应的，对不对？汪丽看到妻子，瞬间来了精神，几乎是爬到了妻子面前，拉住她的手。这是见我不同意，又想着去说服我妻子了。我赶紧过去，一把扯开汪丽的手，扶着妻子坐下。韩女士，我丈夫的情况真的严重，没多少时间了，求求你。汪丽还不死心，试图继续用眼泪感化我妻子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你。妻子摇摇头，回答得很坚决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刚才还真担心她一时心软又动摇了呢。为什么？汪丽见我和妻子态度一致，高声问道，眼神中还有一丝狠厉。我怀孕了，这种情况不能捐献骨髓。妻子摸了摸小腹说道。汪丽顿时愣住了，怀疑地看着妻子，像是在分辨她说的是不是真话。怀孕也没关系，可以解决的。沉默了片刻后，汪丽的眼珠转了转，忽然说道。我和妻子不解地看着她，不明白她能怎么解决。把孩子打掉，休息半个月就可以捐骨髓了。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医院，今晚就能做手术。汪丽的嘴角扬起一抹笑容，似乎是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。我尼玛，我都惊呆了，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。我的呼吸突然加重，全身的血液流动都加速了。你太过分了，让我打掉自己的孩子捐骨髓，你还是人吗？妻子也被气到了，愤怒地说道。那有什么？将来再生一个就是了，可我丈夫只有一个呀，他要是没有骨髓就没命了。汪丽看着我们，还挺理直气壮的。你丈夫的命是命，我孩子的命就不是命了。你这个人不仅无耻，还很恶毒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，马上滚！我指着汪丽，瞪圆了眼睛吼道。那不是还没出生吗？万一流产了呢？万一有什么缺陷呢？既能救我丈夫，还能避免风险，两全其美啊！汪丽用力拍着手，强调自己的话有多么正确。我心头一梗，差点没晕过去。孩子还没出生，就被这个女人诅咒，我真的忍不了了。你去死吧！我抡圆了胳膊，一巴掌扇在汪丽脸上，气得浑身都哆嗦起来。那一刻，我真有种把她活活打死的冲动。汪丽被我一耳光扇翻在地，捂着脸愣了愣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你敢打我？你完了，我要报警，告你伤人。你等着去坐牢吧。姓韩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打掉孩子去给我丈夫捐骨髓，不然我就送你丈夫去蹲监狱。汪丽掏出手机，猖狂地叫嚷着威胁我妻子。你……妻子捂着肚子，痛苦地说不出话来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顾不上跟汪丽计较，连忙询问妻子的情况。我肚子疼。妻子有气无力地说道。别生气，别着急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声音颤抖着安抚了妻子一句，赶紧打急救电话，随后又报了警。如果我妻子有什么事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我瞪着汪丽，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来了。我就说这个孩子会流产吧，你还不信？汪丽见妻子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，还挺得意。你他妈再说一个字，我先剁烂你的嘴！我冲进厨房，拎出一把菜刀，对准汪丽说道。她赶紧捂住自己的嘴，不敢吭声了。小区外就有警局，不到3分钟，警察就到了。警察同志，救命啊！他们要杀人！看到警察，汪丽立马扑上去，个人先告状。你先把刀放下。警察见我手里还握着菜刀，立刻开口警告。抱歉，刚才有点冲动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女人擅闯我家，逼着我妻子打掉孩子。我家客厅有监控，你们可以核实。我赶紧放下菜刀解释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知不知道擅闯民宅是违法的？还有，你凭什么让人家打胎？你丈夫的命是命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如果这位孕妇发生意外，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警察听完其中缘由后，很愤怒地训斥了汪丽一顿。我又没做什么，就说了几句话而已，你凭什么骂我？你包庇他，我要投诉你！汪丽来了火气，瞪着眼睛冲警察吼道。好啊，你投诉吧，这是我的警号，看清楚。警察指着警服上的警号，厌恶地说道。这时急救车也到了，
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进了我家。他的情况不太乐观，得去医院。初步检查了一下后，医护人员严肃地说道：“去，现在就去。”我一下就慌了，赶紧帮忙把妻子抬上担架。先生，你妻子因为她受到伤害已成事实，按照条例，我们警方现在就可以抓她，你还追究她的责任吗？训斥汪丽的那位警察忽然说道。追究？我想也不想就说道：“什么网开一面，什么做人留一线，滚蛋吧！要是妻子和腹中胎儿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。别抓我，我错了，我丈夫还等我去照顾呢。”汪丽一下就慌了，哀求起来。不过已经晚了，警察掏出手铐就给他铐上了。妻子被送到医院，经过医生的救治后，万幸有惊无险，没出什么大事。医生说是因为受到刺激导致动了胎气，这也就是抢救及时，不然很可能会流产。我心里那个恨呀，却也不敢在妻子面前表现出来，同时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要保护好妻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到她。警局那边打来电话通知我，对汪丽处以拘留5日的处罚。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稍微好受了一些。在医院住了一晚，经检查妻子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这才放心出院。转眼间又过了1周，一个老人来到我家，自称是林川的父亲。汪丽上门闹事，害得妻子差点流产，这是在我心里已经有了阴影。得知对方的身份后，我连门都没让他进，就在楼道里交谈。林川父亲的来意和汪丽一样，想请我妻子给林川捐骨髓，主动提出愿意给300万作为感谢。300万能买来一条人命吗？我看着面相还算慈祥的老人，冷声问道：“买不来，但你妻子如果愿意捐骨髓，我儿子还有活下来的希望。”老人愣了一下，很客观地说道：“你花300万给你儿子活的希望，但代价却是牺牲我孩子的生命，我很难理解你们一家人究竟是怎么想的。”我忍不住嘲讽道：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请你妻子捐骨髓救我儿子，怎么又跟你的孩子扯上关系了？”老人一脸茫然：“之前我妻子给你儿子捐献骨髓，你儿媳答应事后支付30万感谢金，可做完移植手术后就反悔了，我们也没有追究，毕竟救人为主。为了救你儿子，我妻子被后遗症折磨了整整1年就不说了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怪不得别人。如今我妻子怀孕，你儿媳找上门来大闹一场，要求我妻子打掉胎儿捐骨髓，是不是在你们的世界里，别人的命都没有你们重要？”我生气的把这些话说了出来。等等，什么30万？不是100万吗？你们没收到？还有，你妻子怀孕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老人彻底糊涂了，诧异的看着我。汪丽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好像猜到了些什么。果然，在老人随后吐露出的实情中，让我对汪丽无耻的面目有了更新的认识。原来老人是做生意的，身家上亿，有2个儿子，林川是老二。林川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，整天只知享乐，名下没有任何产业，全靠老人养活。由于产业都在老人名下，他也立了遗嘱，等自己离世以后，有2个儿子平分。可如今林川的病，没有骨髓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林川和汪丽结婚10几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如果林川死了，遗产就都属于大儿子，汪丽没有继承权，他1分钱也拿不到。上次林川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汪丽向老人谎称花费了100万找到捐献人。这一次汪丽被拘留释放后，对老人谎称我妻子的胃口太大，要1000万。老人就此心切，但这笔钱实在太多，于是亲自来找我们，开出了300万的酬谢。可以说从始至终，老人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只知道我妻子的骨髓能救他儿子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汪丽一边以酬谢为借口从老人手里骗钱，一边又对我们耍无赖，两头吃，还真是无耻至极。对不起，我代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儿媳向你道歉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。得知事实真相后，老人冲我深鞠一躬，真诚的道歉。看着老人落寞的离开，我也不禁感叹，挺好的人为什么有一对不成器的儿子儿媳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尽心尽力照顾妻子，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。嫌弃钱少见死不救，揭露一对夫妻的丑恶面目。这天妻子睡着后，我没什么困意，打开手机搜索孕期护理的知识，结果刚翻了2页，一条热搜跳了出来。我一时好奇点开，看完后我的头发都要烧着了。我叫汪丽，我丈夫林川身患急性髓系白血病，1年前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找到了一位名叫韩月的捐献者。配型成功后，韩月要求我支付50万的感谢金，他才肯捐献骨髓。为了治病，我家已经一贫如洗，可韩月的丈夫李可态度强硬，表示不给钱就去等死好了。我只好东拼西凑了30万，跪下磕头才说动这对夫妻。移植手术很成功，我丈夫也逐渐好转，本以为度过了难关，哪知道2个月前我丈夫白血病复发，需要重新移植骨髓才能活命。因为我丈夫是 Rh 阴性血，寻找合适的捐献者很难，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寻找韩月李可夫妻，
求他们再给我丈夫捐一次骨髓，可他们却果断拒绝。面对我下跪哀求后，又改口说林月怀孕在身，捐献骨髓需要打掉腹中胎儿，如果真想要骨髓，就必须支付他们500万元。我没有这么多钱，只能在他们家苦苦哀求。这对夫妻见我不肯给钱，恼羞成怒，告我擅闯民宅，把我拘留了5天。骨髓捐献不是无偿的吗？我可以砸锅卖铁表达感谢，可我真的凑不出500万啊！他们为什么不能发善心呢？难道为了钱就可以眼睁睁看着我丈夫去死吗？如今我丈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在此呼吁大家跟我一起谴责韩月李可夫妻，唤醒他们的良心。同时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 RH 阴性血朋友能伸出双手，给我丈夫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汪丽这个贱女人竟然在网上捏造事实，污蔑我们夫妻，她这是想借助舆论向我们施压，逼迫我们妥协。只要我们撑不住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掉孩子，去给她丈夫捐骨髓。就算我们撑住了，也会招来无尽的骂名，她也算是报复我们了。用心真是够狠毒的。妻子有孕在身，不能受刺激，不能让她知道汪丽正在网上制造舆论针对我们。汪丽的小作文虽然通篇谎言，但的确能拉动一些人同情心泛滥，这对我们夫妻的声誉很不好，所以必须阻止她。第二天一早，妻子起床洗漱，吃早饭的时候习惯性的要拿手机。老婆，以后不许看手机了，这东西有辐射，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。我手疾眼快，抢先一步拿走手机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：不是吧，这你也信？妻子一脸诧异的看着我。我倒是不信，问题是我怕妻子看到那篇小作文啊。小心总没坏事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嘛。等宝宝出生以后，你再看个够。我尬笑着把妻子的手机装进兜里，然后坐下来跟妻子商量给她请长假的事。上课得站着吧，长时间站着对胎儿的骨骼发育不好。上课得写字吧，吸入粉笔粉尘胎儿容易得肺炎。批作业得坐着吧，长时间伏案容易生出罗锅。学校一下课，孩子们又吵又闹，影响胎儿的听力。我不放心你去上班，我会担心的。你也不想我年纪轻轻就秃顶抑郁吧？小学的教学任务没那么繁忙，在我一番极限忽悠和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下，单纯的妻子答应等生完孩子再去上班。妻子可以请假，可我不行啊！我把我爸妈和岳父母都接来陪妻子，就一个要求，不让妻子玩手机，不让妻子用电脑，总之不能接触网络。把妻子安顿到与世隔绝的程度后，我开始准备着手解决问题了。我也想过先找汪丽谈谈，让她删除小作文，不过后来一想，希望不大。汪丽现在唯一的依仗就是舆论，她怎么可能听我的？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反击。1夜的时间，那篇小作文已经火遍全网，被转载到多个平台。这对汪丽来说并不难，现在的网络平台都是这样，只要肯花钱买推荐，马桶堵了都能上热搜。不会吧，真有这种见死不救的人？这也太冷漠了吧！你懂个屁，捐献骨髓很受罪的。我小舅子前女友的邻居捐过一次，1年多都是病恹恹的。要500万也太过分了，有几个能出得起这么多钱？不一定是真的要500万，估计就是不想捐，没看人家说怀孕了，孕妇是不能捐的。那有什么，反正还没出生，先打掉了救人要紧，大不了将来再怀一个就是了。楼上的你说的好有道理，祝你以后也会遇到这样的事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说到做到，不把孩子打掉我都看不起你。你他妈找茬是不是？那你他妈的说的是人话吗？评论区还算正常，有同情汪丽夫妻的，也有理解我和妻子的，但最多的还是这种凭着凭着就吵起来的。这肯定不是汪丽想要的效果，我猜她还有动作。果不其然，又过了1天，网络风向开始转变了，评论区涌进来一大批知情者。据他们所说，我妻子根本没有怀孕，之所以不捐献骨髓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逼着汪丽给钱。还有人说，我妻子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她就是个职业的骨髓捐献者，因为血型特殊，专门把同血型的白血病患者当成目标，以捐骨髓为由索要钱财。在这些知情者的爆料下，网络上的评论开始逐渐扭转，陆续开始出现针对我们夫妻的谴责，认为我们不该用金钱去衡量生命，不能因为对方没钱就不救人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又涌进来一大批的正义人士，他们措辞激烈，对我和妻子进行口诛笔伐，骂我们没人性，骂我们乘人之危，骂我们视人命如草芥，各种谩骂、诋毁、污蔑，甚至诅咒铺天盖地席卷而来。同一时间，网络上也爆出了一段视频，病入膏肓、瘦如枯槁的林川躺在病床上，声泪俱下的哀求我妻子救救他。然后又有知情人爆料说，林川曾经救过我妻子的命，却忘恩负义，在救命恩人需要帮助时先谈钱。小作文加上视频的推动，舆论的导向非常快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我和妻子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。我们忘恩负义，我们知恩不报，我们利欲熏心，我们不配为人。还有人呼吁立法，对不捐献骨髓者处以重刑。也有人开始起哄，号召人肉我们夫妻，然后大家一起网暴我们，逼我妻子捐骨髓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我该如何破局？在评论区跟他们据理力争，报警抓这些造谣诽谤的人，这样也许会有效果，但时间周期太长，那么多的人，我总不可能挨个去跟他们解释吧？我好歹也受过高等教育，是有脑子的，还不屑于在网上跟人吵架。汪丽不就是想借助舆论来施压吗？什么叫舆论？舆论就是观众的倾向，观众倾向谁，舆论就在谁那边。汪丽又是写作文，又是买推荐，又是雇水军，又是让林川拍小视频，不就是为了拉舆论吗？我的回应很简单，统计了一下都有哪些平台转载了汪丽的小作文和视频，一封律师函就发了过去，直接告诉这些平台的老板，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发布了这篇带有诽谤性质的小作文和视频，对我的声誉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。现在我不仅要追究造谣者，还要追究平台的管理责任。只用了一下午，所有平台全部删除了和小作文以及视频有关的内容，并且主动发布公告，声明该内容存在诽谤污蔑的嫌疑，借平台的口堵众人的嘴，这就叫借力。除此之外，这些平台的运营经理主动联系我，向我道歉，希望获得我的原谅。想让我原谅是吗？很简单，把我的小作文推到置顶栏就行。汪丽会写小作文，我也会，不过我不会捏造事实，我只会实事求是。我是之前网上热议的骨髓捐献事件爆料人汪丽口中的李可，在此，我通过正规合法途径发布公开声明，汪丽所说的一切都属于捏造。1年前，我妻子向汪丽的丈夫林川捐献骨髓，汪丽表示支付30万给我们作为感谢，但汪丽表示要在手术完成后才会支付，为此还专门签了一份保证协议。手术成功后，汪丽以协议已经作废为由拒绝支付。我们夫妻本就是抱着无偿捐献的态度，所以也就没有追究。因为捐献骨髓，我妻子遭受了长达1年的后遗症折磨，我们也没有向汪丽索要过什么，本来打算要孩子的计划也因此推迟。4个月前我妻子怀孕，就在我们憧憬小生命的诞生时，汪丽却在1个月前找到我家，说她丈夫白血病复发，表示愿意支付50万，要求我妻子捐献骨髓。在我妻子表明已经怀孕不能捐献骨髓后，汪丽竟然要求我妻子打掉胎儿，还出言恐吓威胁，导致我妻子受到惊吓，差点流产。气愤之余，我打了汪丽一巴掌，拨打急救电话后并且报警，警局对汪丽处以拘留5天的惩罚。这些在医院和警局都是有记录的，如果有杠精不相信，我也愿意提供我家客厅当时的监控录像证明。之后林川的父亲找到我，我们之间进行过谈话，知道了一些秘密。汪丽与林川结婚10几年没有孩子，不工作整天啃老，汪丽担心林川得不到救治，将来她无权分遗产，所以才刻意营造出她一定要救治丈夫的形象。她在意的不是林川的病能不能治好，而是自己能不能分到遗产。汪丽的经济条件没有她说的那么困难，林川父亲的身家上亿，住院治疗期间住特护病房，请3个护工，没钱能办到吗？汪丽之前赖掉了那30万的感谢金，却哄骗林川的父亲说花了100万，连这种钱都要骗，可见他的人品。在此，我向之前那些谩骂诋毁我们夫妻的人提出警告，如果继续造谣污蔑，我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另外，我已经报警告汪丽捏造事实，传播虚假消息，可以关注警方后续的公告。我没花1分钱，这篇小作文直接被各大平台推到榜首。我靠，这女人真够不要脸的，把黑的说成白的。没想到人家是亿万富翁，可怜我月薪3000，还想给他捐款呢，活该！这样的人早死对社会是好事。这个会不会也是洗白的？你他妈傻呀！没看到那些小作文全都删除了吗？找都找不到，也许是资本的力量呢。靠，什么都扯上资本，资本哪有时间掺和这事？舆论再次扭转，汪丽被骂成了狗头。估计汪丽已经傻了，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计划如此不堪一击，被我轻易粉碎了他的阴谋。随后警方也发表声明，通告汪丽涉嫌捏造事实、传播虚假消息，被处以拘留15日。而林川父亲的企业为了撇清关系，也公开声明所有的事都是汪丽的个人行为，与其他人无关。警方的通告，林川父亲的声明，彻底锤实了我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一时间，网络上竟然掀起了骂汪丽的热潮，每天打卡骂汪丽，行善积德，这个口号很讽刺。之后，汪丽消停了几个月，再也没有消息传来。本以为事情到此终于画上句号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脸起诉我妻子。汪丽起诉我妻子的原因很奇葩，因为林川没有得到合适的骨髓，在1个月前已经去世了，而林川的父亲也重新修改了遗嘱，所有的家产全部由大儿子继承。汪丽和林川结婚后一直跟林川父亲住，那套房子也在老人名下。林川一死，汪丽立刻从亿万富翁的儿媳妇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。她之前的行为也激怒了林川的父亲，直接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。汪丽只能靠变卖首饰为生。她知道这件事跟我扯不上关系，
所以只起诉了我妻子。他的理由是我妻子没有捐献骨髓，导致她丈夫去世，从而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。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现在只能住酒店吃外卖，所以她要求我妻子对她丈夫的死负责，赔偿她的生活费、精神损失等，共计500万元。这已经不是不讲理了，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我反手拍了几张诉讼状内容的照片，上传网络。骨髓捐献的话题又一次被提起，汪丽也成了热点人物。不过这一次没有人再讨论，直接开骂。丈夫死后靠碰瓷为生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幕后的真相，白血病患者妻子继续讹诈捐献者，试图炒作话题当网红，各种奇葩标题也是层出不穷。汪丽的名字也变成了汪不要脸。这种官司根本就没必要请律师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嘛？开庭当天，我以妻子代理人的身份，孤身一人前往法院。院子里都是报社、电视台和网站的记者，同时也有一些跟风的媒体和自媒体 UP 主。是他妻子不捐骨髓，害死了我丈夫，我要赔偿有错吗？以前我家里有保姆，出门有司机，现在只能住廉价酒店，吃外卖，全都是他们害的，我要求赔偿有错吗？我这一次都答应给钱了，还愿意先付款，他们凭什么不捐？就因为怀孕了吗？为什么不打掉？法庭上，汪丽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声泪俱下，哭诉着自己的委屈。不等法官开口，旁听席已经坐不住了，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还有几只鞋飞到了汪丽身上，也不知是哪位仁兄见义勇为。法官只能不停地敲法锤，同时让法警控制现场秩序。原告陈述完毕，轮到被告发言。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。做好事有错吗？没错，做好事是善意的行为，错的是被帮助的人把这当成理所应当。本以为又是来人探望的，可一开门就愣住了。这如果只是经济上的损失，那么当林川再次病发的时候，我和我妻子都愿意再捐一次骨髓，毕竟人命关天。可如果代价是必须牺牲掉我孩子的生命，抱歉，我孩子的命也是命。我作为丈夫，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人，保护妻子和孩子才是我的首要责任。所以我拒绝原告的所有指控，并且我要起诉他污蔑诽谤，严重影响我们夫妻的正常生活，恶意恐吓我妻子，差点导致意外发生，刻意引导舆论，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我简单讲了几句，反手把汪丽告了。旁听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没有任何悬念，汪丽败诉了，我的起诉得到了支持。汪丽打车来到法院，走的时候坐着警车。回来了，老公，你在法庭上还挺帅的。回到家，妻子坐在沙发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正在换鞋的我呆住了。我把手机偷回来了，刚看了一场庭审直播。妻子得意地晃了晃手里的手机。我有点慌，瞒了这么久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和宝宝好，不会怪你的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做好事可以，但要做对的好事。妻子慢慢走过来，靠在我胸口。这个结局还不错嘛。